一位拥有400多万粉丝的旅行博主，一行3人走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街道上进行直播。一路上3人有说有笑，没人想到，就在10几秒之后，在前面，随着几声尖叫，画面定格，屏幕前的粉丝还在惊慌，到底发生了什么？随后传出消息，视频博主不幸遇刺身亡，终年29岁。是谁如此狠辣、大庭广众下下此毒手？在这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件。莫看见面平如镜，要看水底万丈深。欢迎来到解密日记，我是超人。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案件就发生在2022年的12月4日，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拥挤错乱的街道上，汇聚了各色各样的商店。在网络上拥有近500万粉丝的视频博主小胖闯非洲正在开启直播。这是他带着名义上的非洲女友跟女友弟弟来到尼泊尔的第2天。陪着小胖直播的还有自己的徒弟，网络上拥有200万粉丝的小辛巴以及徒弟心意。一路上几人心情都不错，女友跟弟弟没有跟在小胖身边，自顾自的在街道两旁的店内闲逛，而小胖也和2个徒弟计划去尝一尝加德满都特色的手工酸奶。一路说说笑笑，突然间在人群中闯出了一人，挥着刀狠狠地刺向了小胖。正在直播的画面剧烈的抖动，随着几声尖叫，画面定格，仅仅1瞬之间，小胖倒在了地上，浑身是血。凶手没有就此罢手，又将利刃对准了一行的小辛巴和心意，2人是四散奔逃。在此过程中，小辛巴也被凶手刺中了腹部，心意跑进了巷子里逃过一劫。凶手没有深追，而是返回到了小胖身边。这时的小胖已经浑身浴血，引来了一群当地人的围观。大新冠病毒饭菜，这狗杂种早就该死了。小胖此时已经没有力气反驳或者解释，由于语言不通，只是掀开衣服看着自己肚子上的伤口，然后对着周围围观的路人求救，用手比划了电话的样子，希望大家能叫救护车。可凶手依旧持刀在现场，没有人敢上前帮助小胖。凶手还大声地叫嚣着：“他侵犯我的人身财产，侵犯我的人身安全，给我下病毒的饭菜。这个狗杂碎早就该死了！”围观的人群越聚越多，最终还是有好心的民众出手制服了仍待在现场的凶手，将其扭送到了当地警局。小胖及小辛巴被紧急送往医院进行抢救，其中小辛巴腹部被刺伤，伤口长度达数十厘米，伤势危重。小胖的腹部、胸部跟左侧头部受伤严重。2人都被转进了 ICU 病房。此事在尼泊尔当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小胖和小辛巴急需用血的消息在尼泊尔华人圈开始传播，许多当地华人闻讯后赶来输血，想方设法的救助同胞。经过超过6个小时的急救，很遗憾，小胖没能抢救过来，不幸离世。小辛巴则脱离生命危险，捡回了一条命。凶手的身份也被官方曝光，持刀行凶者为37岁的中国公民冯长云，他也是一名网络主播，与小胖师徒3人早就相识。这里我们不禁要问，同为国人，到底是什么原因让他在异国他乡如此狠辣地对待自己的同胞呢？这一切还得从小胖开始讲起。小胖闯非洲，本名叫做甘少雄，案发时只有29岁，湖南岳阳人。他在2012年才刚刚18岁就来到了非洲打工，在非洲赞比亚一家中资企业当厨师。小胖比较外向，很开朗，非常愿意与当地人接触，了解风土人情。因为工作的关系，结识了一些赞比亚当地的同事。他会去到同事的家中试试本地人吃的东西，甚至在同事的家中过夜。当赞比亚同事家中房子意外倒塌后，他还出钱帮助他们租住房子，购买生活必需品。小胖与同事的孩子马格瑞3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时间过得很快，2016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短视频、手机直播的兴起，小胖也抱着玩一下的心理，开始拍一些赞比亚的风土人情。视频内容都很简单，介绍非洲的环境和日常。由于正是风口的关系，这些内容正好给大家打开了一扇了解非洲的窗户，让小胖吸引了不少的关注。他也从中发现了商机。2016年，小胖开始培训黑人唱歌、讲中文，是国内最早做祝福牌子的网红商人。雨也走，雨也走，流过泪，流过泪，有过错，有过错，还记得坚持什么？还记得坚持什么？
随后又开始直播，粉丝很快就达到了几百万，可以说是早期非洲的第一华人网红。正是由于小胖的走红，很多人看到小胖只是因为身处非洲拍短视频就能获得这么大的流量，挣了不少钱，有一小撮人就特别的心动，陆陆续续的就有一些人怀揣着网红梦去往了非洲。小胖呢也开始组建自己的团队，找了好几个徒弟跟着他一起拍摄。案发时陪在小胖身边的小辛巴跟心意都是在此期间前往赞比亚投奔小胖的。小辛巴在网络上拥有200多万的粉丝，心意粉丝不到100万。小胖深知网络上的流量密码怎么去吸引关注，他与乡愁的 Margaret 炒起了 CP， 以男女朋友的身份合拍了很多段子。跨越肤色的恋情让小胖一直保持着极高的热度。2017年，小胖还把 Margaret 以女朋友的身份带回了中国。Margaret 也顺理成章地创建了自己的短视频账号，积累了接近100万的粉丝。就连 Margaret 的弟弟三姑也依靠热度吸引了近50万的粉丝。成功后的小胖人缘极好，在当地帮助了不少人，也结交了不少的好朋友。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小胖与凶手阿云相遇了。阿云网名叫做阿云全球飘，本名叫做冯长云，贵州人。这是阿云早期拍摄的视频。初次来到越南国，手拿大票心发愁，每样东西都很贵，吃碗卷粉3万9，太难了。昨晚醒，我洗澡，洗着洗着突然没有水了。漂洋过海来相会嘛，我的家乡在中国呀，中非人民一家亲。牡丹开花香万里，我来优美却是本。I love you。视频的时间虽然不长，但我们也不难看出，阿云应该是一个腼腆内向、不善言辞的人，看起来有一些奇怪。按理说，这种性格的人并不适合吃网络这碗饭。可阿云看到这些境外主播就是拍当地人，直播就有粉丝有钱赚，也想把它当成事业来做。阿云境外的第一站就去到了越南，拍摄了一些视频，反响不好，就也去到了非洲淘金。非洲的目的地正好是小胖待的赞比亚。凑巧，阿云乘飞机抵达赞比亚的当天，小胖也去机场接朋友，遇到了独闯非洲的阿云。小胖见阿云孤身一人无处可去，住在当地酒店花销也很大，大家都是中国人，小胖就将阿云带到了自己的住处，给他饭吃，教他拍视频。原本是作为同胞的好心之举，可在接下来的生活中，阿云却对小胖有了很深的成见。赞比亚的天气没有想象中的热，初到这里的阿云水土不服，没2天就生病感冒了，一直休息了半个月才好。随后，阿云出现在了小胖的直播间。在这次直播画面中，一个叫做母老虎的赞比亚妇女将一盆冷水泼向了阿云。小胖直播全程记录下了这一画面。感谢欢迎亲的哥啊！小胖的徒弟，可拉倒吧，不是我的徒弟啊，不是我的徒弟啊，别给我整事儿啊！来呀，这么早走干嘛？别走啊！给你点完关注就走，你这人嘛，真的是，真不近人情吗？哎呦我去！谢谢粉丝家人们。这个男人谁带来的？是他自己来的啊。看不到。老婆感冒了怎么办呀？我去！哇塞，咱们家在线绝对认得我。家人们你好，阿云没那么丑，阿云没那么丑，喜欢我的关注我，不喜欢我的可以取关，谢谢。云南过泼水节，我故意去过泼水节。跟我没关系啊。这有啥呀？那不很正常吗？视频中，通过小胖的表情，我们不难看出，
小胖是那种大大咧咧的人，没想过他的行为方式会对心思敏感的人造成伤害，面部表情也带着一些对阿云的冷嘲热讽。阿云呢，则很敏感，此时小胖的言行就已经让阿云对他抱有敌意了。被泼水后的阿云又一次感冒了，休息了1周多的时间。在此之后不久，阿云就开始在网络上不断的发布同一类型的视频，除了控诉直播时被泼冷水外，还讲到小胖感染新冠后让人给自己带去新冠病毒的饭菜。最重要的是，阿云转给小胖9099元买手机，而小胖收下钱后，事情就不了了之了。手机是这样的，我刚到非洲的时候，甘少雄他说直播没有个好手机是不行的，你得买个好手机。他又说王心毅要从国内来了，可以让王心毅帮忙买一个带过来。我说可以啊，这样可以啊。他就联系王心毅，帮我去手机店买，苹果手机店去把那个苹果手机店的收款码发到他的微信上。那时候我还没有王心毅的微信嘛，发到他的微信上，我用扫码付款，我有付款的扫码证据，这是铁证。侯淑龙跟他们旅游回来之后，来到我家里告诉我，坐在凳子上那种愧疚的表情，眼神都不敢看着我。他说：“阿云呀，谭琪和甘少雄去帮他买了一个手机，跟我这个是一模一样的。”他这么说的时候，连眼睛都不敢看我。我接过手机来看，确实是我买的那个手机，一模一样的。我咪咪的一笑，什么也没说，无语呀。我为什么说在赞比亚我3番5次的死里逃生，签证要到期了？你说那个还差1个星期嘛？不是，那个小胖帮我办理，连他自己的他都办理不了，他帮我办理，也是故意有意的想把我搞进警察局移民局去。你说第2次让母老虎泼我冷水，在村里就帮我泼感冒，莲花清瘟吃了10盒。你说这个人呀，太不要脸了。我让他帮我带10盒莲花清瘟进来，他说看不到信息没看见，说请他吃饭，第一下子想到的就是5星级酒店。第3次第3波疫情就来了，我的新冠还以为我活不长了，要挂在非洲了，没想到平安的离开了。如果我真的被感染或者是要挂在非洲的情况下的话，我一定会把这些人全部拉上垫背的。咪咪的死胖子，各种的羞辱侮辱我，让母老虎把我泼冷水泼感冒，又休息了1个多星期。这个卑鄙的小人，后来拼了我的手机，又带母老虎来我住的地方砸了我的家。那天他深深的体会到了得罪我，感觉到有危险了。那天我就想拿他开刀了，没想到这些卑鄙小人的阴谋诡计被我识破了。整个说话的过程中，阿云都是咬牙切齿的，可见其有多大的恨意。关于小胖让人从医院给阿云带新冠病毒饭菜一事，很多人都可以证明，小胖得新冠时在自己的屋子里单独隔离，有同胞专门给小胖做饭送了过去。因为同住在一个大院，同胞怕阿云也饿坏了，就用一次性的饭盒把饭菜送到了阿云的门口，让他一起吃。而阿云没有感谢同胞的好意，而是怀疑这是小胖吃下的病毒饭菜，故意拿给他吃。不管怎么说，2个人的梁子是结下了，阿云也恨小胖入骨。阿云之后离开了赞比亚，但也经常发布视频，标注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正当防卫，讨回公道。今天我最后说2点：第一，这个小人他欠我的手机钱，必须得还给我，欠债还钱，天经地义，我正当防卫，必须的讨回公道。第二，我在国内还没有去非洲的时候，我就想这种小人必须远离，不靠近。可是我到赞比亚恩多拉机场的时候，那么小的机场，那么小的地方让不开，遇见了。我私信甘少雄、小胖，所谓的大主播小胖，当面去找他解决所有的恩恩怨怨，光明正大的去解决。可是他连位置都不敢发给我。小胖啊，对于阿云的隔空喊话一直没有理睬，反倒是他的徒弟心意通过微信威胁过阿云，话说的可挺狠。这可能就是阿云为什么也会对小胖2个徒弟动手的原因。阿云离开赞比亚去了巴基斯坦，小胖没过多久也由于签证的关系离开了赞比亚，开始在泰国、马来西亚、迪拜等国家拍段子直播。阿云时刻观察着小胖的动向，是要给小胖点颜色看看。2021年的年底，小胖果真来到了巴基斯坦，阿云想堵小胖，连续发布几条视频，没有堵到。小胖也知道阿云在找自己，但根本没当一回事儿，这也为之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发现小人在机场买了机票要去海边，我马上跑回来去买火车票追去海边，在海边让他跑掉了。我就想再回来杀个回马枪，今天下午在小月这里就可以逮住他了。万万没想到做了亏心事的小人跑这么快，无语了。从今往后我也无语了。他害怕阿云打你呢，你就跑了。对，阿云要打小胖，所以对他跑了，吓跑了。跑了，现在到机场了。阿云，风里雨里，你在巴基斯坦，我走了。我在巴基斯坦等了你10天，你不来，行，没毛病。
阿云明天又会说，这个卑鄙小人，这个不要脸的死胖子，这个卑鄙小人甘少雄。阿云2022年的9月来到了尼泊尔直播，因为直播效果不好，他一直没挣到什么钱。小胖团队里的小辛巴2022年的7月也来到了尼泊尔，然后团队里的新义于事发前的5天，也就是11月30日抵达尼泊尔。最后到达尼泊尔的是团队的老大小胖，他带着 Margaret 和三姑于事发前一天，也就是12月3日凌晨4点钟到达尼泊尔。到达尼泊尔后，小胖就连发了2条视频。第二天，小胖就开启了直播模式。团队一行人在街上边走边跟大家直播聊天。小辛巴走在最前面，新义在中间，小胖则在后面直播。Margaret 和三姑两人落在了后面逛街，没有跟上。大概在小胖遇害前20分钟，就有粉丝在小胖的直播间告知小胖，阿云要去找你，你快跑。小胖开玩笑地说：“对，我就是来找阿云的，找到他先把他打一顿。”有很大可能，阿云一直在关注小胖的动向。当时的阿云就在直播间看着小胖。20分钟后，小胖的镜头突然开始晃动起来，直播中还听到了他一直发出啊啊的惨叫，然后直播终止。在小胖直播时，阿云突然从左侧冲出，持刀捅在了小胖身上多刀，连他的徒弟辛巴也受了重伤，徒弟辛义则趁乱跑进了巷子。虽然被紧急送往了医院，小辛巴脱离危险，可小胖没能抢救过来，不幸离世。因为事发时候，小胖闯非洲正在直播，所有遇害画面被全程记录了下来。很多人看完以后都快有了心理阴影。男人的惨叫和后面小胖满身是血喝水的画面，成为了他留给这个世界最后的声音和容貌。小胖闯非洲已经再也醒不过来了。时至今日，小胖已经被家人接回中国，小辛巴脱离危险也回到了国内。Margaret 和三姑返回了赞比亚，阿云将要面对尼泊尔法律的审判。小胖大大咧咧，确实帮助过阿云，但也没看得起阿云，从未把阿云放在眼里，至始至终没有意识到危险的临近。阿云病态的心理和扭曲的人格，别人对你的帮助不放在心上，而那些不如意就牢牢地记在心里，并伺机报复，最终酿下惨剧。好了，这就是本期解密日记的全部内容。喜欢的朋友记得点个关注，我是超人，我们下期再见，拜拜。